欢迎来到听故事学中文 Learn Chinese Meet China。今天咱们来聊一个特别接地气的话题，点外卖。说起来啊，外卖这事儿可真是改变了咱们的生活方式。对，尤其是中国外卖，那速度和种类真的是让人惊叹。我记得刚出国的时候，最想念的就是中国外卖的便利。是吧？我有个朋友，他在美国留学，有一次特别想吃麻辣烫，结果附近中餐馆说要等2个小时，而且还不送宿舍，得自己去取。他当时就哭了，说这要是在国内，半小时就送到门口了。这就是中国外卖的独特之处。其实外卖这个词对应的英文是 take out 或者 delivery，但中国外卖的规模和效率真的是独一档的存在。说到这儿，我想问问，你知道外卖用英语怎么说吗？就是我刚才说的 take out 或者 delivery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现在很多外国人直接用微买这个词了，因为中国外卖模式太特别了。没错，那咱们先说说外卖平台吧。现在大家最常用的就是美团外卖和饿了么，对吧？对，这两家基本上是市场的主导者。美团外卖的英文是美团外卖，饿了么是 ALLEME。其实饿了么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，就是 Are you hungry 的谐音。这个翻译太妙了。饿了吗？Are you hungry？一听就想点东西吃。那咱们平时点外卖，第一步是干什么啊？当然是打开 APP，然后选择商家。这里有个小技巧，就是看商家的评分和评价。一般来说，评分在4.5分以上的店，品质会比较有保障。嗯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之前就踩过坑，看到一家店图片特别好看，价格也便宜，就点了。结果送来一看，那个包装盒都快漏了，菜也凉了。所以啊，除了看评分，还要看配送时间。一般30至45分钟能送到的，说明商家离你比较近，而且出餐速度也快。如果显示要1个多小时，那可能商家比较忙或者距离远。对对对，配送时间很关键。说到配送，就不得不提外卖小哥了。这些人真的是太辛苦了，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大热天，都在路上跑。是啊，中国外卖能有今天的效率，外卖小哥功不可没。他们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，真的是城市里的一道风景线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他们的时间观念特别强，因为系统会给他们派单，超时了会影响收入。嗯，所以咱们点外卖的时候，尽量不要催单，要理解他们的辛苦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起一个词，准时宝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哦，准时宝是平台推出的一个服务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点了外卖，外卖小哥没有在规定时间内送到，平台会给你一些赔偿。当然，这个服务是自愿购买的，一般也就几毛钱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咱们再聊聊外卖的种类吧。中国外卖真的是应有尽有，从早餐到夜宵，从正餐到零食饮料，什么都有。对，而且每个地方的特色都不一样。比如你在北京，就能点到炸酱面、烤鸭；在上海能点到生煎包、小笼包；在成都，那麻辣烫、火锅肯定少不了。说到美食，我就饿了。我特别喜欢点麻辣烫，每次都要加很多丸子，什么鱼豆腐、蟹棒、撒尿牛丸，都是我的最爱。麻辣烫确实很受欢迎。其实麻辣烫这3个字就是麻辣和烫的组合。麻是花椒的麻，辣是辣椒的辣，烫就是热的意思。这种组合特别符合中国人的口味。对，中国人真的很爱吃辣，不过也有不辣的，比如清汤的麻辣烫，或者番茄汤底的。说到这儿，我想问问，你知道满减是什么意思吗？
满减是商家的一种促销手段，比如说满30减5，就是你点的订单金额达到30块钱，系统会自动减去5块钱。有时候还有满50减15这种更大的优惠。所以很多人点外卖的时候会凑单，就是为了达到满减的条件。我有时候就是这样，本来只想点20块钱的东西，结果为了凑满30减5，又加了一瓶饮料或者一包零食。哈哈，这就是商家的营销策略。其实除了满减，还有新用户优惠、首单立减、配送费减免等等，这些优惠叠加起来，有时候真的很划算。对，我刚学会点外卖的时候，第一次用新用户优惠，点了一大堆东西，结果才花了10几块钱，当时觉得太便宜了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有些商家会设置起送价，比如说起送价是20元，你点19块钱的东西，就得再凑1块钱才能下单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起送价用英语怎么说？可以翻译成 minimum order amount 或者 minimum delivery price。不过现在很多人直接用开仓价了。哈哈，中国外卖的影响力真的很大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起一个词，红包。点外卖的时候，经常会收到各种红包，对吧？对，红包就是优惠券，一般是几块钱到10几块钱不等。有些是平台发的，有些是商家发的，还有些是朋友之间互相分享的。朋友之间可以互相送红包，这个功能挺有意思的。有时候朋友点完外卖会发个红包链接给我，我领了之后，下次点外卖就能用。是的，这也是一种社交功能。其实中国外卖不仅仅是买东西吃，它还融入了很多社交元素。比如你可以给外卖小哥打赏，可以跟朋友拼单，还可以分享订单到朋友圈。对对对，拼单这个功能特别实用。有时候一个人点外卖，配送费就要好几块，但如果跟朋友拼单，配送费可以分摊，而且还能尝到更多种类的食物。这就是拼单的好处。不过拼单也有讲究，就是大家要点的东西最好差不多同时出餐，不然有的人的菜都凉了，有的还没做好。这个确实。说到出餐速度，我有时候会点那种出餐快的店，就是专门做外卖的，出餐特别迅速。对，这种店一般叫纯外卖店，就是没有堂食，只做外卖生意的。他们的优势就是出餐快，而且价格相对便宜，因为没有堂食的租金成本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咱们再聊聊配送费吧。有时候配送费要7、8块，甚至更多，感觉有点贵。配送费是根据距离和时段来计算的。一般来说，距离越远，配送费越高。高峰时段，比如中午12点到1点，晚上6点到7点，配送费也会涨价。哦，所以有时候我会避开高峰时段点外卖，这样配送费会便宜一点。对，这是个省钱小技巧。还有啊，如果你经常点某一家店，可以办他们的会员卡，或者买他们的优惠券包，这样每次点外卖都能省几块钱。这些都是实用的技巧。说到会员卡，我想起一个词，会员。现在很多平台都有会员制度，对吧？对，比如美团有美团会员，饿了么有超级会员。办了会员之后，每个月会送你几张无门槛红包，就是不需要满多少金额就能用的红包。哦，这个挺划算的。我之前办过1个月的美团会员，那个月点外卖确实省了不少钱。所以如果你经常点外卖，办个会员还是挺值得的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会员一般是有有效期的，过期了就没用了。对，这个要注意。说到有效期，我想起一个词，优惠券。优惠券一般都有使用期限，过期了就不能用了。是的，优惠券就是 coupon，有时候平台会发一些限时的优惠券，比如今天有效，仅限今天使用，这种就要赶紧用掉，不然就浪费了。
嗯，我之前就浪费过好几张优惠券，都是因为忘了用，过期了。所以现在我会在手机上设个提醒，提醒自己赶紧用掉。哈哈哈哈，这个方法不错。其实点外卖也是一门学问，要懂得怎么凑单，怎么用优惠券，怎么选商家，才能既省钱又吃得好。对，真的是这样。说到吃得好，我想起一个词，餐品质量。有时候点外卖，餐品质量不太好，比如菜凉了、汤洒了，这种情况怎么办？这种情况，你可以联系商家或者平台客服，一般都会给你退款或者重新配送。大部分平台都有不满意退款的服务。哦，这个服务挺好的。我之前点过一次炸鸡，送来一看，炸鸡都软了，一点都不脆，我就联系了客服，他们很快就给我退款了。所以遇到问题不要忍着，该维权就维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大部分商家和骑手都是很负责任的，问题餐品还是比较少见的。对，大部分时候外卖都挺好的。说到骑手，我想起一个词，骑手。外卖小哥的正式称呼就是骑手，对吧？对，骑手就是 rider 或者 delivery driver，他们骑着电动车或者摩托车送餐，所以叫骑手。嗯，这些骑手真的很辛苦。我记得有一次下大雨，我点了一份外卖，本来预计45分钟送到，结果等了1个多小时。后来外卖小哥打来电话，说他路上摔了一跤，餐洒了一点，问我能不能接受。那你怎么办？我当时就说了，人没事就好，餐洒了不要紧，我可以不要。但那个小哥坚持要重新给我做一份，说不能让我白等。最后我又等了半个小时，他才把新的餐送到。哇，这个骑手真的很负责任。其实很多时候，骑手们都会遇到各种意外情况，但他们还是会尽力把餐送到顾客手里。对，所以咱们点外卖的时候，真的要多一份理解和包容。有时候骑手迟到几分钟，可能不是他们故意的，而是路上堵车，或者电梯坏了，或者找不到门牌号。嗯，理解很重要。说到门牌号，我想起一个词，地址。点外卖的时候，地址一定要写清楚，对吧？对，地址要写得越详细越好，比如你住在哪个小区、哪栋楼、哪个单元、哪一层、哪个房间号，都要写清楚，不然骑手可能找不到。是的，尤其是一些小区特别大，楼栋又多，如果没有详细的地址，骑手真的会迷路。我之前就遇到过，写地址的时候只写了小区名字和楼栋号，结果骑手在小区门口转了半天都找不到。所以地址要写详细。说到小区，我想起一个词，小区。中国的小区一般都很大，有好多栋楼，对吧？对，小区就是 residential complex 或者 housing estate。中国的小区一般都有门禁，所以点外卖的时候可能需要跟保安说明情况，或者让骑手在门口等你出来拿。嗯，这个确实有点麻烦。不过现在很多小区都允许骑手进入了，或者设置了外卖柜，骑手可以把餐放在柜子里，顾客自己去取。对，外卖柜是个好东西，它解决了最后1公里的问题，既方便了骑手，也方便了顾客，而且餐放在柜子里还能保温，不会那么快凉掉。嗯，这个设计真的很贴心。说到保温，我想起一个词，保温袋。有些商家会用保温袋包装产品，这样送到的时候还是热的。对，保温袋就是 thermal bag，好的商家都会用保温袋，尤其是送汤或者送热饮的时候，保温袋特别重要。我特别喜欢那些用保温袋的商家。有一次我点了一份热汤，送来还是滚烫的，喝起来特别舒服。是的，细节决定体验。其实中国外卖能做到今天这个水平，就是因为这些细节的不断优化，从商家出餐到骑手配送，再到餐品包装，
每个环节都在进步。对，真的是这样。我记得最开始点外卖的时候，包装特别简单，就是一个塑料袋装着。现在呢，餐盒、餐具、纸巾、小礼品应有尽有。这些额外的东西虽然不值钱，但能让人感觉到商家的用心。比如有些商家会送小糖果、小玩具，或者手写一张感谢卡，这些小细节都挺暖心的。对，我收到过一次手写卡片，上面写着“感谢您的惠顾，祝您用餐愉快”。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，但看到的时候真的挺感动了。是啊，这就是中国外卖的温度。它不仅仅是把食物从 A 点送到 B 点，更是在传递一种服务和关怀。说的太好了。其实通过外卖，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社会的变化。比如现在有很多女性骑手、中年骑手，甚至还有残疾人骑手，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工作，养家糊口。对，外卖行业给了很多人就业机会，而且这个行业没有太高的门槛，只要你有一辆电动车，有智能手机，就可以开始工作。这对于一些学历不高或者需要灵活工作时间的人来说，是个很好的选择。真的是这样。不过外卖行业也面临一些挑战，比如交通安全问题、骑手的权益保障问题等等。是的，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。不过我相信，随着行业的发展，这些问题都会逐步得到改善。毕竟，中国外卖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，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对，中国外卖真的是一张亮丽的名片。说到这儿，我想问问你最喜欢点什么外卖？我啊，最喜欢点麻辣烫和奶茶。麻辣烫可以自己选菜，想吃什么加什么。奶茶呢，工作累了来一杯，特别提神。我的口味跟你差不多，不过我更喜欢吃炸鸡和汉堡，尤其是那种套餐，有汉堡，有薯条，有可乐，特别满足。嗯，每个人口味不一样。其实中国外卖最大的魅力就是能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，不管你想吃什么，基本都能点到。对，真的是这样。好了，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中国外卖的话题，从点餐技巧到外卖文化，从骑手到商家，真的是收获满满。是的，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国外卖，也希望大家在学中文的路上能通过这些生活化的话题，学到更多实用的表达。你那里外卖方便吗？你最喜欢点什么？欢迎用中文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。听故事学中文 ，Learn Chinese, Meet China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点赞订阅。我们下期见。